镇国将军要大婚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，有人感叹，有人失落，有人震惊。韩萧更高调，他直接让一品楼摆了10天的流水席，凌波城的百姓只要真心说几句祝福他和慕云洛的话，都可以入席。慕云洛的身份也很快被扒了出来，幕府门口每天都有人晃悠，想一睹慕云洛的芳容。可自那日进了趟宫，慕云洛就再也没有出过门。他本身就不爱出门，晚上韩萧又翻来覆去的折腾，他白天基本都在补觉。得了空就跟他爹和大哥研究做什么买卖。最后慕云洛提议开个商场，古代的铺子都是一个一个的，很分散，他们要是弄个一站式的，应该会很受欢迎吧。慕云洛把自己的想法一说，他爹和大哥都赞同，只说等办完慕云洛的婚礼就去着手找地方。慕云洛当即就把李管家找了来，李管家在凌波城多年，将军府的产业都是他在打理。他简单的把情况说了一下，李管家思忖片刻，说道：夫人，咱们在城南有栋楼，可以用来开您的这个商场。那楼现在做什么用的？一共4层，开了客栈，但收益并不好。那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是夫人。晚间韩萧过来的时候，慕云洛跟他说了这事儿。韩萧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蹙眉道：娘子，这2天我忙着婚礼的事儿，没时间陪你去，等成了亲咱们再一起去行吗？成了亲你就更没空了。韩萧想了想说道：娘子说的对，成了亲老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霸占你了，老子时时刻刻把你挂身上。你就让我去嘛，谭台林已经回龙月国了，别人对我也没什么威胁呀。说起谭台林，老子今天收到关于他的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据说他被人追杀，掉下悬崖失忆了。磕坏脑子啦？据说是。磕傻了？傻倒是没傻，只是以前的事情全忘了。那也挺好的，他的过去并不美好。哎，管他忘没忘呢，你都是老子的了，谁也别想把你抢走。那你答应让我明天出门啦？娘子，临江国怕我的人很多，恨我的人也不少，你是我唯一的软肋，我不放心你自己出去。你总不可能一直跟着我呀，我也不能一直不出门，你多安排点人给我就行了。韩萧有些无奈道：那娘子你一定要小心啊，老子舍不得你受一丁点伤。知道啦。那老子现在能干正事了吗？还有2天就成亲了，你悠着点儿。怎么，怕老子成亲那晚伺候不好你啊？放心，老子那晚肯定陪你疯一晚上。怎么感觉更不放心了？翌日下午，慕云洛坐上马车去了城南，掌柜的早就收到了李管家传来的信儿，正等着呢。慕云洛楼上楼下的走了一趟，便觉得有些累，他在心里把韩萧拉出来骂了一遍。以前自己没这么娇弱，都怪韩萧，晚上没节制不说，白天还总抱着他，再这样下去他腿都要废了。慕云洛对这地方挺满意的，地方够大，楼层设置也合理，很适合做商场。他又问了掌柜的一些问题，便准备打道回府了。慕云洛坐在马车上，正在琢磨商场的改建图。砰的一声响起，慕云洛拉回思绪，望向小一。小一和13把他护在身后。夫人，有人放案件。慕云洛心道，这将军夫人果然是个高危职业啊。他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慌。外面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大喊声：慕云洛，韩萧是天煞孤星，会克死所有接近之人，你跟他不会有好下场的，所有接近他的女人都会死啊！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哀嚎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小一和13转头看了慕云洛一眼，见他面色平静，才微微松了口气。马车门被打开，韩萧的脸出现在眼前。娘子，过来过来。慕云洛没动，不是他不想过去，而是腿麻了。韩萧的脸瞬间沉了下去。吓到了？慕云洛摇摇头，没有，还好。刚才喊你为什么不动啊？腿麻了。老子还以为你打算不要老子了。我不会不要你的，放心吧。就算老子真的是天煞孤星，你也要吗？要，我不信那个，我会好好的活着，证明你不是。慕云洛，老子会好好保护你，要死也是老子先死。别动不动就死不死的，我们还要白头偕老呢。娘子说的对。马车外面的小一和13对视一眼，刚才将军脸黑得吓人，才这么一会儿又笑了。将军这脾气是越发让人琢磨不透了。你以后抱我的时候能不能轻点儿，都被你勒死了。刚才老子太害怕了，慕云洛，老子真的怕你不要老子了。只要你乖乖的，不会不要你的。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我既然选择了你，就会好好和你过日子。只要你不负我，我便不会弃你。韩萧把他抱进怀里。慕云洛，你根本不知道老子多稀罕你，老子绝不会负你。韩萧，咱成亲那天会不会有人来捣乱呀？就算天皇老子来了，老子也把你娶进门。
2天的时间转瞬而逝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风吹过红尘失恋，心却在这个地狱，盼几时地结良缘佳期。是这色的雪，像红热塞的风雨，能过老的情梦，也散尽。用心白首同行，只想今世不离。又饿又困，一会儿让小姨帮你拿吃的进来，你吃了东西就睡一会儿，我先出去招待客人啊。等我回来了，你就没得睡了。慕云洛摆摆手，你去吧。老子现在就想洞房。慕云洛推了推他，别闹。慕云洛，老子终于娶到你了。恭喜韩将军，终于抱得美人归。慕云洛睡得正香呢，突然有些喘不动气，他一巴掌就挥了出去，啪的一声脆响，慕云洛顿时醒了。他看了眼近在咫尺的韩潇，眨眨眼。韩潇离开他的唇，有些委屈地看着他。娘子，大婚当日就甩夫君巴掌。慕云洛伸手抚上他的脸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韩潇拉过他的小手看了看，故意的也没关系，手疼不疼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客人都走了？义母和皇上走了，我就回来了，剩下的让李管家招待。哦，你吃饭没？吃了一点。那要不要再吃点？不要，我要你。韩潇往他身上瞄了瞄，这穿的什么呀？以前没见你穿过呀。特意勾引老子。这个是睡裙，穿着凉快，以后在家里我就穿这个。什么都不穿更凉快，以后老子在，娘子就不用穿了。才不要呢！一会儿就让你说要。随后，炽热的吻落下。风吹过红尘失恋，心却在这个地狱，盼几时地结良缘佳期。这色的雪，像火热塞的风雨。白首同行，只想今世不离。他相信你遇见你无心言语情侣样子。直到3日回门，两人才出了屋子。韩潇，你这个将军都不用上朝，不用处理公务的吗？老子要抱娘子睡觉，上什么朝？公务在娘子睡着的时候我都处理完了。娘子，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没有，我想出去玩。想去哪儿玩？我想去捉鱼。在清溪村的时候，慕云洛看到韩潇捉鱼就眼馋，可那时候他腿上有伤，不能下水。韩潇摸摸他脑袋，好，明天带你去。我今天就要去。韩潇看了看外面的天色，说道：今天有些晚了，明天再去啊。要不晚上带你去一品楼吃饭？行吧。韩潇凑到他跟前，怎么，老子没把你伺候好，生气了？慕云洛拿起枕头就往他身上打。娇气包，老子已经很轻了。娇气也是被你惯的。是，老子就喜欢惯着你，就喜欢你这娇气的样子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腿也酸，也给我揉揉。支持老子支持的挺溜啊！你是我夫君，我不支持你，支持谁啊？什么都是你有理。那当然。夜市就在凌波湖边上，夏末秋初正是逛夜市的好时节。他俩一出现就成了显眼包。这个时代民风还算开化，可是这大街上抱着走的还真是不多见。韩潇身形魁梧，在人群里本就显眼，怀里又抱着个娇俏的小娘子，想不惹人注意都难。他俩走过的地方都会有人窃窃私语。
这俩人真不要脸，大庭广众搂搂抱抱，有伤风化。哎呀，那小娘子命真好，她相公对她真好呀。你小点声，壮汉看过来了，他一看就不好惹，赶紧走。慕云洛自然知道他俩会被议论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易容。他毫无心理负担，下次出来再换个模样就是，谁认识谁啊？他指着一个卖豆腐的摊子说道：“相公，我要吃那个。”韩潇走过去对摊主说：“来2份。”好嘞。韩潇抱着慕云洛在桌边坐下。现在开心了？我要坐在凳子上。老子的腿不如凳子。别人都在看我们。反正都被看了一路了。我就要坐凳子。这凳子是长凳，能坐2、3人。韩潇把它放到旁边。娘子，你快来月事了。慕云洛瞪他一眼，这种时候说这个合适吗？书里说女子总会有1个月那么几天特别烦躁，是不是就这几天呢？哎，你可真是个大聪明。娘子想要怎么样，今晚说，老子都满足你。真的啊？那今晚你睡书房。韩潇看了一眼，点头说道：“好。”这么容易就同意了？臭豆腐上了桌，韩潇吃了一口，眉头微蹙，他扭头看向慕云洛：“娘子的口味真特别啊。”“你不喜欢吃就给我吃啊。”“不给，这东西不能吃多了。”“那你再给我买1份。”“不行。”“小气鬼。”“后面说不定还有更好吃的，你不能一下子吃饱了呀。”“行吧。”吃完之后，韩潇抱着他继续往前走。慕云洛故意凑到他鼻子前哈了口气：“臭不？”“你想让老子在这亲你啊？”慕云洛赶紧捂住嘴巴，他怎么给忘了？韩潇根本就不要脸，更何况他俩现在易容了，他更是毫无顾忌。这一圈逛下来，慕云洛不让韩潇抱了，因为他吃撑了。我要自己走。韩潇看了看他酡红的小脸儿，决定。慕云洛刚才吃了酒酿丸子，还喝了2杯果酒，他不胜酒力，有些醉了。他2条腿乱踢了几下。放我下来。韩潇有些无奈，夜市上人很多，可不能把他给弄丢了。慕云洛扭了扭身子：“韩潇，你身上好热，别搂那么紧。”“既然热，那为父带你回去洗澡，好不好？”“不要，我还没玩够呢。”“乖，改日再带你来玩啊。”“我不相信你，你老骗我。”“老子什么时候骗你了？”“你总说是最后一次，可最后一次之后又是最后一次。”韩潇笑了笑，他家娘子呀，80%是醉了。韩潇直接把慕云洛抱到了浴房。“韩潇，你又剥我衣服。”“宝贝儿，不脱衣服怎么洗澡啊？”“你离我远点，我自己洗。”“乖，为父帮你洗快一点，早点洗完，咱们早点去吃果子。”“你手上有茧子，会弄疼我的。”韩潇拿起块帕子，用帕子垫着行吗？啊？慕云洛勉强的点了点头。娇气包，这一醉呀更娇气了。你才醉了。没醉，那老子是谁呀？韩潇啊。那老子是你什么人？夫君。那你喜欢你夫君吗？废话，不喜欢怎么会成为夫君啊？喜欢他什么呀？对我好。不是说他整天欺负你？他才没有欺负我呢，他那是爱我。看着慕云洛凶巴巴的样子，韩潇乐了，这算是酒后吐真言。那你喜欢他爱你吗？慕云洛伸手揉了揉小腹，喜欢。真乖。随后慕云洛小声嘟囔了一句话，韩潇顿时脸黑了，他咬牙切齿道：“慕云洛，你见过很多啊。”慕云洛开心点头：“电脑上啥都有。”韩潇的眸子里掀起狂风暴雨，他把慕云洛的身子翻转过来：“慕云洛，你给老子说清楚，你在哪见过？电脑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”“你好凶啊！你不是我的夫君，他从来都没有凶过我。”韩潇闭了闭眼，压下来眼里的惊涛骇浪。“乖，没凶你，爱你，好不好？”慕云洛醒来时已经是翌日下午，他刚撑起身子又躺了回去。哎呀妈，浑身酸软啊！他气鼓鼓道：“韩潇，你昨晚干什么了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”韩潇语气冷飕飕的：“不如娘子先告诉老子，什么是电脑？”慕云洛眸子颤了颤，他昨晚说了什么？韩潇扯出一个笑，语气冷飕飕的：“听说娘子见过挺多呀，颜色还不一样呢。”人家是酒后乱性，他怎么酒后乱说呀？就算他把韩潇扑倒，也比胡说八道强啊！你是不是有很多事情瞒着我，宝宝？宝宝，让我死吧！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夫君，我昨晚喝多了，胡言乱语，你别当真啊。那说喜欢老子，也是胡言乱语吗？那肯定不是。韩潇伸手在他脸上捏了捏。
你心虚了？哎呀，我喝多了，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你喜欢听的就当成真的，不喜欢听的就当我胡说呗。当老子好糊弄？那你想怎么样？说实话，要不然，1个月就别出门了。哼，说就说，我是见过，怎么了？电脑上见的。电脑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一本图册，带颜色的。图册呢？给老子看看。哎呀，早丢了。什么时候看的？10岁的时候。韩潇的声音里都带着冰碴子。慕云洛，10岁你就看这玩意儿？慕云洛缩了缩脖子，无意中看到的。无意中看到了，记了8年。那我看都看过了，总不能从脑子里剔出去吧？你不是也看小画册吗？我也没说什么呀。老子看那个是为了学习。我也是为了学习。慕云洛，你10岁就学这个？哎，我那不是好奇吗？我保证以后都不看了，你别生气嘛。撒娇没用。那你想怎么样？画给老子看看。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你的了。韩潇的脸色缓和了不少。真不记得了？不记得了，都那么久了。那娘子都学到什么了？也不记得了。真忘了？比针尖还真。韩潇伸手摸摸他的脑袋。哎，以后别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了啊！你不是也学？老子是为了讨好你，不过老子不需要你讨好，你乖乖的待在老子身边，老子就满足了。慕云洛把身子往上挪了挪，凑到他唇边亲了亲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也可以学啊，不是讨好你，只为了让你开心。只要是你，老子怎么样都喜欢。慕云洛心尖颤了颤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渣，他是不是不该骗他？他伸手轻轻摸他的脸颊。韩潇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如果是我不想听的，那就骗我一辈子。没那么严重，就是你可能会有点生气。慕云洛安抚地摸摸他脑袋，韩潇抵住他的额头。如果是你不喜欢我，或者你还有别的男人，那就别说了，老子不想听。我就你一个男人，也只喜欢你。韩潇紧绷的身子放松下来。那宝宝说吧。其实我都记得。啊？那画册上的内容，他们的比老子好看。你的好用。慕云洛，你又糊弄老子。这东西有什么好不好看的？不都差不多吗？那你画给老子看看。真的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大体轮廓。那也画。行，画。现在就画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件事要说。娘子还瞒了我别的事儿。说着，韩潇眉头跳了跳。慕云洛看了他一眼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其实，那个活色生香就是我。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那时候咱俩刚认识，我自然不能跟你说呀。后来我也不敢跟你说呀。”韩潇伸手擒住他的下巴。为什么不敢说？你天天如狼似虎的，我要是说了，你不得更折腾？告诉老子，书里的内容是臆想出来的，还是亲身经历过？老子明明是你第一个男人，你为什么会懂那么多？云洛，你把老子弄糊涂了，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慕云洛看了韩潇一眼，他印象中的韩潇是霸气又从容的，他从未在韩潇脸上见到过如此挫败的表情，他有些心疼，他凑过去亲他，可韩潇躲开了。慕云洛伸手抱住他。韩潇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，只是我的事太过匪夷所思了，我怕你把我当怪物。有温热的液体淌过他的胸膛，韩潇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伸手紧紧地抱住了他。把你的一切都告诉老子，老子受得住。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韩潇摸了摸他的脑袋。没想过这种事，所以那个什么电脑是你前世见过的东西？韩潇，我记得自己的前世，一出生就记得。所以那个什么电脑是你前世见过的东西？真是只是画册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真实发生过的，用某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了下来，可以在电脑上看到。所以你看到的是真的人？那你上一世成亲了吗？慕云洛，老子不想问了，老子心里难受。那别问了，韩潇，这辈子我只爱你。书里的内容好多都是我从别处看来的，并未亲身经历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，我可以离开。慕云洛，老子在你眼里算什么？你怎么能轻易说离开呢？对老子一点留恋都没有。老子说过，就算死，咱俩得死一起。对不起。老子不要听这个，说你爱我。我爱你，韩潇，很爱很爱。韩潇盯着他的眼睛，像盯着猎物的猛虎。证明给老子看。要怎么证明？老子喜欢什么，你不知道？刚才我亲你，你躲开了。
慕云洛有些委屈，韩潇磨了磨牙，这他还委屈上了？就不能多试几次？对老子这么没耐心吗？对你上辈子的夫君也这样？不是说不问了吗？现在老子又想问了，不问清楚心里不得劲儿。问清楚了，说不定更不得劲儿。慕云洛，老子真他妈想弄死你！你问吧，我保证不骗你。他对你好吗？嗯。老子好还是他好？韩潇，你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性格不一样，我只能说你们各有各的好。那你更喜欢谁？你。慕云洛毫不犹豫的回答，让韩潇隆起的眉峰终于平坦下去。更喜欢老子哪儿？长相。韩潇，你长在了我的心巴上。原来娘子也馋老子的身子啊！慕云洛心里松了口气，还好他还认他这个娘子。还喜欢老子什么？活好。是娘子调教的好。那书都是他写的，相当于是他调教的。那夫君还生气吗？慕云洛，你心里还有他吗？韩潇，上辈子我们都变成灰了，我是有多想不开啊，对一堆灰念念不忘。变成灰？什么意思啊？在那个时代，人去世了都要火化，可不是就变成灰了。那会不会疼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死人会疼吗？慕云洛翻了个白眼儿。行吧，他是问了个傻问题，主要是他家娘子的经历太匪夷所思了，他脑子有点不够用了。以后不许想别的男人，只能想老子。我什么时候想别的男人了？我现在身心想的都是你。那画册以后不准画了，书也不准写了。那不行。慕云洛，叫我名字也不行。我要是不让你当将军了，你同意吗？如果娘子不喜欢，这将军老子可以不当。这么没原则的吗？我喜欢写画本子，也喜欢画画。那你写老子画老子？那不行，我才不要别的女人看你呢。老子也不喜欢你写别的男人，更不喜欢你画别的男人。那些都是假的，虚构的。假的也不行。那我怎么赚钱啊？老子全部家当都给你了，你还差那点啊？你位高权重，能给我也能收回去。哼，那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有能力多做你的一些啊？你不会那么不道德吧？慕云洛，老子没什么道德，老子只懂得掠夺，懂得强者为尊。老子不想对你用强的，你别逼老子。我就写个书画个画，怎么就逼你了？老子说了，只准写老子，画老子。哎，行行行，怕了你了。不准骗老子。知道了，不骗你。还有什么事瞒着老子一块说了？没了，全部交代了。听他这么说，韩潇目光变得柔和。宝宝，花营那儿有一对同心骨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如果娘子不放心我们把同心骨吃了，我是子骨，你是母骨，你受到的每一份伤害都会转移到我的身上。慕云洛伸手捂住他的嘴。不要，我信你便是。可是我想吃，我想让你安心。别，你要是吃了，别人对付你就更容易了。你保护好自己，才能保护我。好，听宝宝的。你还是叫我娘子吧。可昨晚娘子让我喊你宝宝啊。那你别当着外人喊啊。好，宝宝既然懂那么多，那宝宝教教我，怎么能让宝宝更爱我？你做得很好，我没什么可教的了。真的？嗯。那宝宝再让我练习练习。能不能先吃饭啊？你家宝宝饿了。等吃完饭，慕云洛道：“哎，夫君，商量个事儿呗。”什么事？咱能不能别整晚的折腾，身子吃不消啊？昨晚被你气到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哎，你昨天不是说今天带我去捉鱼？韩潇往窗外看了一眼。这天都快黑了，明天再去。你想带我去哪里捉鱼啊？带你去城外的庄子上玩2天，那边有条河，而且庄子里好多果子熟了，正好能吃上。我还以为你整天只惦记着吃我。韩潇把他往怀里带了带。老子不光惦记着吃你，还惦记着把你喂饱。慕云洛摸摸肚子，笑道：“我已经吃饱了，今晚能早睡觉吗？”可为夫觉得宝宝还能再吃点。我明天想早点起来。子时前让你睡觉。你一天都不消停啊？宝宝，你月事快来了，老子得消停好几天呢。哎，韩潇，要是咱俩真吃了那个同心骨，我肚子痛，是不是你也会痛啊？到时候只有我疼，宝宝不会疼。生孩子也不会痛？应该是。你这么说，我突然想吃了。那明天让花营送来。哎，别，我就随便说说，我也舍不得你疼啊。只要你不让老子心疼，别的疼老子都受得住。那也不准吃那个同心骨啊！你要是吃了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哼，你凶起来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，也就老子吃你这套吧。你答应我。成，答应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宝宝，韩潇这宝宝喊的是越来越顺溜了。宝宝，嗯，你上辈子长什么样？能画给我看看吗？能啊，不过我觉得不如这辈子好看。那宝宝现在就画，要不然我又想把宝宝扑倒了。咦，血气方刚的男人好可怕呀！这一画就画了1个多时辰。
等慕云洛把颜料都填充好，韩潇把画拿起来，仔细的看了看。娘子上辈子穿这种裙子，这腿脚和胳膊都露在外边。慕云洛在纸上画了件比基尼，说道：“还有直接穿这个出门的，这能穿得出门？在海边游泳的基本都穿这个。那男的穿什么呀？”慕云洛又在纸上画了个泳裤，穿这个。怪不得娘子说见过很多呢。我上辈子是不是不如这辈子好看啊？你赚了。老婆，如果上辈子我遇见你，也会爱上你。嗯，你们给我的感觉很像，看一眼就能吸引我。哈，这怎么感觉有点玄幻呀？韩潇把他抱起来。好了，我们该睡觉了，别明早起不来又赖我啊。你不折腾我，我就能起来。那不行。青石铺就的街道上，一辆奢华的马车凌凌而行。驾车的贾一看了旁边的贾二一眼，两人相视一笑。马车里，慕云洛正在瞪着韩潇。宝宝的眼睛真好看，让老子亲亲。你个大骗子！老子哪儿骗你了？子时前是不是让你睡觉了？哼！别气了，是不是腰酸啊？老子给你揉揉，要是还困就睡一会儿啊。韩潇这几天经常帮他揉腰，已经揉出经验来了。慕云洛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闭上眼睛享受他的服务，正惬意着呢。韩潇的手突然脱离了轨道，慕云洛睁开眼睛瞪他：“你手往哪放呢？”韩潇摸摸鼻子，笑了两声。他自己会，他有时候不听使唤。那剁了吧。娘子说剁就剁了。韩潇顺手就摸了把匕首出来。你下次再随便摸匕首出来，就别抱我了，我胆子小。韩潇把匕首收起来。胆子小还敢整天对老子大呼小叫的？嗯？你有意见啊？没有，你是我祖宗。马车到庄子的时候已经接近午时，住处早就收拾好了，就是普通的农家院，独门独户。我要去河里捉鱼。成，咱下午再去。中午太晒了，晒久了会脱皮的。两人用了午饭，又睡了一觉，就是单纯的睡了一觉。韩潇给慕云洛换了身利落的衣裳，又给他找了个围帽戴上，他自己又换了初见时那身猎户的装扮，长裤短褂。韩大哥，走起！韩潇伸手抱起他。韩大嫂，咱们走。并不远，韩潇抱着他在田间小路穿行，大概走了1刻钟便到了。河边还有洗衣服的农妇，他们打量了慕云洛和韩潇一番，便继续低头洗衣服了。这边的庄子基本都是城里贵人的，这些农妇也都是贵人庄子里的，和普通的村里农妇不一样。虽然慕云洛和韩潇穿得很朴素，但是慕云洛的气质跟他们完全不一样。他们晓得这8成又是哪家的小姐或者夫人来这里游玩，只是这个大个子不知道和这贵人是什么关系。这俩人这么亲密，要么是夫妻，要么这个大个子就是那姑娘的男宠。哎，这几天怎么不见那漂亮小姐来河边了？哎，昨晚回去了。你咋知道？住的离我家不远，我瞧见了。哎，这城里的小姐就是跟咱们不一样，人家往那一站就让人移不开眼。是不一样，玩的可花花了。这王家嫂子眼里顿时燃起了八卦之火呀！怎么个花法？说来听听。哎，我就跟你说说啊，你可别乱传啊！要是得罪了贵人，咱俩都得完。哎，知道，我嘴紧着呢。哎呀，我家那口子呀，晚上爱爬在屋顶上喝酒。自打那小姐来了之后，都天天爬屋顶。我就纳闷了，以前她也就在屋顶上待1-2刻钟，然后就急吼吼的拉我上炕。嫂子跟大哥感情真好。呸！要是真好，能被那小狐狸精勾走魂啊？嫂子这话怎么说？我呀，见她天天待在屋顶上不下来，便爬上去看了看。好家伙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那小姐的院子里啊，灯火通明，那小姐正跟侍卫厮混呢。王家嫂子震惊的张大嘴，好半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你没看错吧？我眼神好着呢。再说了，我家那口子不是天天爬屋顶吗？我看了之后呀，要拉他下去，他却把我摁在了屋顶上。他那猴急样啊，一看就是缠那小姐，却搂不着。哎，男人都一个样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咱还指望着他往家挣银子呢，凑合过吧。我早就想开了，他也就能过眼瘾。今儿个这王家嫂子和李家嫂子也在河边洗衣服，看到韩潇和慕云洛之后，他俩对视一眼，又有好戏看了。韩潇见有人在，抱着慕云洛又往远处走了一段。慕云洛坐在岸边，把鞋子脱下，他还想脱袜子，被韩潇拉住了。啊，不许脱！慕云洛四周看了看，这里没别人，那些农妇离他俩很远，只能看到个轮廓。韩潇正色道：“那也不许脱，河里有石头，划伤了怎么办？”夫君，我又不是纸糊的。宝宝受伤了，老子会心疼。行，那我就这样下水可以吗？要不我抱你，或者背你。那我怎么捞鱼啊？我可以帮宝宝捞啊。
不要，我要自己玩。那老子在你后面跟着，别到水深的地方去啊！知道了，怎么那么啰嗦呀？看吧看吧，我就说我能捞到。韩潇看了一眼那指甲盖大小的鱼，笑道：“宝宝，这能吃吗？”韩潇，我想吃炸小鱼，你给我捞。韩潇抱起他往岸边走。乖乖的在岸边等我啊。要这么长的？慕云洛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。韩潇瞟了一眼他银白如玉的小手，说道：“知道了，别乱跑，老子很快回来。”夫君，男人不能说快。天色揉碎青丝不散的心，如你手做一步一步。夫人啊，你们是从城里来的吧？是啊，我主家呀是定远侯府，不知夫人是哪家的？我夫君是镇国将军。啊，您的意思是，您是镇国将军夫人？那位是镇国将军？是啊，李家嫂子手有些抖。传闻镇国将军武功高强，能在须臾之间斩杀100人。传闻镇国将军脾气暴躁，朝中不少权贵都被他揍过。传闻这镇国将军克父克母，是个天煞孤星。传闻镇国将军不近女色，他府里连个婆子都没有。可是他怎么就成亲了？他刚才说他是吃软饭的，他应该没听到吧？嫂子，你怎么了？李家嫂子立时跪下了。哎呦，夫人啊，刚才是民妇冒犯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放在心上啊。慕云洛起身去拉他。哎，嫂子，你跪什么呀？赶紧起来吧，你也没冒犯我呀。我娘子让你起来，你还不起来？李家嫂子赶紧站起来，她弯腰往后退了2步。韩潇伸手把慕云洛抱起来，对李家嫂子道：“看在你夸了我娘子，老子就不计较你说老子吃软饭的事儿。”李家嫂子又跪下了。多谢将军。果然还是被听到了，这镇国将军的耳朵是真灵啊。韩潇抱着慕云洛准备往回走，慕云洛板起小脸说道：“这位大嫂，以后别在人家背后乱嚼舌根，小心祸从口出。”是夫人教训的是。早知道他们说你吃软饭，我就应该让他们多跪会儿。他们说的也没错，老子家产全给宝宝了，现在确实是个吃软饭的。夫君，你这名头很吓人吗？我一报名号，他们就跪了。他们胆子太小了。哦，宝宝下午想去哪儿玩啊？你不是要去给我捞鱼吗？那宝宝一起去吗？我不去了，我准备给你做顿饭。这天儿还是挺热的，宝宝别累着。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我都没有正经给你做顿饭，感觉怪对不起你的。宝宝，你该知道，老子不在意这些。你吃不吃？韩潇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吃，宝宝做什么，老子就吃什么。慕云洛有午睡的习惯，用过午饭，他就拉着韩潇回屋了。他本来是想让韩潇陪他午睡，没想到引狼入室，很快就被吃干抹净了。事后，他窝在韩潇的怀里睡着了。等他睡熟了，韩潇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吩咐小一和13他们好好守着慕云洛。他拿着网，提着桶去河边捞鱼去了。韩潇正在河里忙活着，突然听到了响箭的声音。他抬头朝声音的方向望去，天空中一团彩色的烟雾正在飘散。他眸子颤了颤，那个方向正是他和慕云洛的住处。他把手里的东西一扔，运起轻功就往回窜。院子里，小一他们正在和另一拨人厮杀。韩潇一脚踹开小一身边的人，问道：“夫人呢？”夫人被人掳走了，贾一和贾二去追了。他很快追上了贾一和贾二，却并未看到慕云洛。他急红了眼，吼道：“我娘子呢？”将军，附近玉米地太多了，那帮贼人带着夫人在玉米地里窜，我们跟丢了。废物！去军营调兵过来，把这附近的庄子都给老子围了，挨家户搜。还有，把这些玉米都给老子砍了。是将军。贾一领命走了，
韩潇问贾二，对方有多少人？出进院子有40-50个，外面接应的有20几个。去打听打听，最近有谁家住了很多人？是，将军。韩潇攥了攥拳头，压下心里的焦躁。他知道自己不能慌，这事儿肯定是冲着他来的。他之前不近女色，如今高调娶妻，那些仇敌处心积虑地抓走他家宝宝，肯定是想看他的反应。如果他表现得不在乎，那他家宝宝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，肯定会被灭口。他怎么会不在乎呢？他担心的要死啊！他家宝宝那么娇弱，会不会划伤脸啊？他出门的时候，他家宝宝正在睡觉，也不知道他穿鞋没有。这里好多碎石子啊，会不会把他家宝宝的脚给扎破呀？好在他出门之前给他家宝宝穿了衣服，他家宝宝长得那么好看，会不会被那些杂碎占便宜呢？韩潇忍着心中想毁天灭地的冲动，仔细的寻找。慕云洛被劫持的时候，正在厨房准备晚饭。韩潇走了没多久，他就醒了。他被掳走的时候就被打晕了，来人是扛着他在玉米地里走的，所以他的脸和脚都好好的。韩潇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醒来时，慕云洛发现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只是手脚都被绳子绑住了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衣服完好，身体也没什么不适，还好。他抬眼打量四周，这里好像是女子的房间。慕云洛懵逼了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绑他的是个女的，情敌。恰好在此时，一个女子娇媚的声音响起：“韩哥哥，你好会，人家还要。”慕云洛差点吐了，这也太油腻了吧！韩哥哥，我呸！想膈应他没门儿。他家韩潇去河里捞鱼了，这韩哥哥还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。里面的姑娘，还有你的韩哥哥，我已经醒了，你俩要给我演活春宫，就别让我光听声音啊！把这屏风挪开，让我看看呗，我不怕长针眼。里面静默了好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白色薄纱的女子走了出来。哟，还是个熟人，这不是王婉儿吗？韩潇让李管家把她送到庄子上，是这里的庄子吗？将近2个月没见，他怎么变得这么风骚啊？慕云洛往他身后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你的韩哥哥呢？见不得人吗？”哼，这种时候你还笑得出来，是我小瞧你了。我也小看婉儿姑娘了。本以为这王婉儿就是个普通的孤女，但明显不是啊。那些来掳她的人身手不俗，要不然也不能牵制住小姨他们。王婉儿冲着里面说了一声：“出来。”2个高大魁梧的男子从屏风后走了出来。慕云洛吞了口唾沫，这姑娘是个有勇气的。慕云洛看了眼2人的长相，心里有些不爽。这是照着他家韩潇的模样找的，不过假的终究是假的，没有他家韩潇那霸气凛冽的劲儿。婉儿姑娘这替身文学玩得挺好啊。王婉儿走到慕云洛对面的榻边，往榻上一歪，2个男子走过去，在榻边跪下。慕云洛垂下眸子，我去，他玩真的呀！慕云洛没想到到了古代还能看现场直播，可他不敢看呢，他怕韩潇发疯啊。他清了清嗓子问道：“不知道婉儿姑娘把我掳来是想做什么呀？不会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吧？”穆姑娘家里是做买卖的，咱们谈笔买卖怎么样？什么买卖？哼，这2个人很会伺候人，我把他们送给你，你离开韩大哥。慕云洛在心里妈卖皮呀，谁要你玩剩下的玩意儿？他幽怨地叹了口气，婉儿姑娘也说了，我家就是普通的商户，韩潇是位高权重的将军，我跑不掉的。你不喜欢韩大哥？选择权从来不在我手里。很快便要到中秋节了，宫里会有宫宴，我要你在宫宴上当着所有文武大臣的面说你是被迫嫁给韩大哥的，并且当众和他和离。哎呀，他是真想骂人呐！滚你妹的，他才不会和韩潇和离呢。就算我跟他和离，他也不一定会娶你。哼，我也没有奢望他能娶我，我要他身败名裂，尝尝爱而不得的滋味。这是因爱生恨了？慕云洛佯装害怕道：“我不敢，他会杀了我和我的家人。我会保护你和你的家人。”慕云洛咽了口唾沫，说道：“婉儿姑娘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而是一个孤女和一个将军，实力相差太大了。”王婉儿眸子突然眯起：“慕云洛，你得摆正你现在的位置。你如果不同意我的提议，那我就换个法子。韩大哥那么喜欢你，我要是找一帮乞丐来抢了你，他应该会很痛苦吧？”其实王婉儿很想这么干，可是她不敢。她接到的命令就是怂恿慕云洛在中秋宫宴上跟韩潇和离。婉儿姑娘要是真那么做了，恐怕也自身难保了。那可不一定，这王婉儿背后肯定有人，要不然她一个孤女凭什么和韩潇硬刚啊？我如果按照婉儿姑娘说的做了，婉儿姑娘打算怎么处置我和我的家人？我会让人把你和你的家人送走，送到一个韩大哥找不到的地方。
婉儿姑娘是打算把我送到地狱去吗？只要她活着，以韩萧的疯劲儿，肯定会找到她。穆姑娘想多了，我可没有这么想过。你命好，有人不想你死，下地狱的应该是韩大哥。慕云洛心头一颤，你要杀了韩萧？你不是喜欢他吗？哼，可他不喜欢我呀，而且想他死的人太多了，我也救不了他。韩萧功夫那么好，就算我跟他和离，你们也杀不了他。这是我们的事，穆姑娘就不用操心了。我提的条件，你应还是不应？你根本不敢把我丢给乞丐。王婉儿忽的一下站起身，穆姑娘，你别惹恼了我，毕竟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。是吗？我这个阶下囚，说不定哪一天变成了你主子的心头好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不过是个被玩剩下的破烂货。是吗？好歹我只被一个人玩过，而婉儿姑娘不知道被多少人玩过了。是我玩他们。哦，原来婉儿姑娘是自甘堕落呀。你，王婉儿突然对那两个男子说道：“把药给他喂上。”是，小姐。其中一个男子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，走到慕云洛跟前，他伸手捏住慕云洛的下巴，把药灌进了慕云洛嘴里。慕云洛咳了2声，问道：“你给我喝了什么？”哼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你不怕你主子罚你？你高估自己了。主子说，你要是不答应前面的条件，就给你喝下这药。慕云洛眸子颤了颤，看来他背后的人不是谭台灵。王婉儿看了慕云洛一眼，对两个男子道：“咱们走。”慕云洛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有些懵逼。他们就这么走了？此时已经接近傍晚，离他被劫持已经过了将近1个时辰。他没敢贸然出去，天快黑了，他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他不能到处乱跑。韩萧这会儿肯定在找他，与其到处乱跑，还不如在这里等一等，至少王婉儿不会杀了他。只是不知道他给自己吃了什么药。慕云洛心里百转千回，想法一个又一个，可是很快他顾不得思考了。一股酥酥麻麻的痒意席卷了他全身，阅书无数的他瞬间便知道王婉儿给他吃了什么药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给自己喂了媚药，却没给自己留下男人，这不合理啊！他不会真把自己丢到乞丐堆里吧？不可能，他说过他主子不想自己死，那说明自己对他主子还有用，那这药肯定是要不了他的命啊！他们到底想做什么？慕云洛把怀里的解毒丸都掏了出来，塞进了嘴里，那股酥麻感褪去了几分。他从桌上拿起茶壶，灌了几口凉茶，可口干舌燥的感觉并未减轻多少。他很想开门冲出去，可是理智告诉他，那不是个好的选择。他拎着茶壶找了个墙角坐下，他从头上拔下了自己的簪子，这簪子是韩萧送给他的，从外面看就是一个普通的玉簪，可上面有个小巧的机关，能拔出一把尖细的匕首。他把匕首拔出来，握在手中。他不知道韩萧还要多久才能够找到他，他怕一会儿药效上来，王婉儿给他弄几个男人进来。他虽然不会以死守节，但他想尽可能的拖延时间。至于这媚药，他倒不是很担心，这种事自己也能解决。不过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想走这一步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股燥热和痒意再次席卷而来。天好像已经黑了，昏黄的烛光泛着莹莹的光。慕云洛正在犹豫要不要用匕首给自己腿上来一下子，门开了。韩萧，你终于来了。对不起，宝宝，我来晚了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身上怎么这么烫啊？他们给我喂了药，去找个大夫来。你哪不舒服？痒，想。韩萧伸手去解他衣裳。我来帮宝宝。别，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媚药。慕云洛的手忍不住在韩萧的手上摩挲，脸也往他的脸上凑。给我弄点凉水来。宝宝，你是不是生气啊？我不是故意来这么晚的。韩萧的眼眶有些红，慕云洛狠劲咬了下唇，急促地说道：“我没生气，你听我的，先把我放到凉水里，然后去找个大夫来，最好把花影找来。”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慕云洛有些喘，嘴唇已经被他咬出了血珠。韩萧眼眸黑沉沉的。宝宝，冷不冷？要不要我进去抱着你？冰凉的水让慕云洛的热度降下去许多，脑子也清醒了不少。他快速地说道：“韩萧，是王婉儿抓我来这里的，但是他背后还有人，他们想对付你，所以他们给我喝的绝对不是普通简单的媚药，你可千万别给我解毒啊！”韩萧凑过去亲他，慕云洛躲开了。别，韩萧，你这样我怕我自己把持不住。那就别忍着，老子不怕什么毒药，老子不想看你这么难受。韩萧，你不想看我难受，难道我想看你中毒是吧？你听我一次行不行？宝宝别生气，我听你的啊。我不会有事的，
王婉儿说了，她主子不想让我死。老子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慕云洛的手紧紧地握住筒沿，他沉声道：“韩潇，你先出去，这药劲又上来了。宝宝，你出去，我自己解决一下。宝宝，出去。”韩潇攥了攥拳头，站起身出去了。他站在门口，听着屋里压抑的低吟，感到了深深的挫败和无力。院子外响起了嘈杂的声音，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的，将军应该就在这里。韩潇吼了一句：“都给老子在外边等着！”贾谊的声音响起：“是将军。”韩潇又吼了一句：“贾儿，你立刻骑马回城，把花影给老子带来。半个时辰回不来，就别给老子回来了。”是将军。贾谊，掘地3尺，把王婉儿给老子找到。宝宝，你好受点没？慕云洛的声音带着一丝妩媚的慵懒。你再帮我换桶水。换了3次水后，慕云洛已经有些脱力，他靠在浴桶壁上，眼神有些迷离。这到底是什么药？难道一定要用男人解决？就在他快扛不住的时候，花迎来了。怎么样，娘子中了什么毒？这个毒不好解。不好解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这个毒极为霸道。这个毒下到女子身上，便会如夫人这般像中了媚药似的。如果将军给夫人解毒，那这毒便会转移到将军身上。转移到老子身上又如何？会让将军丧失理智，并且武功尽失。还好将军没有急着给夫人解毒。老子想给他解来着，他死活不让。花影眼神变了变，她原本觉得慕云洛只是比一般女子貌美，没想到竟如此机敏。而且在那种情况下，夫人还能忍住，耐力也非一般人能比。夫人的毒能解吗？如果解不了，他就把毒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花影点点头，能，不过需要点时间。多久？7天。这7天他会怎么样？夫人每天都会毒发，属下会给夫人施针压制毒性。如果这毒转移到老子身上，你能解吗？这个属下不能保证。这毒要是转移到将军身上，毒性会发生变化。就没有别的法子吗？老子不想看他难受。将军稍安勿躁，属下会尽快配置解药。老子没法安静，老子现在想毁天灭地。将军，夫人现在还在睡着。韩潇闭了闭眼，压下心头的烦躁。去配药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别离开这个院子，需要什么药材让别人去取。属下明白。花姐姐，你辛苦了，这么晚还把你找来。夫人折煞属下了，这些都是属下应该做的。总之，谢谢花姐姐了。夫人太客气了。花姐姐，我这毒不是普通的媚毒吧？如果韩潇贸然给我解毒，是不是也会中毒？夫人怎么会知道？我也是猜的。王婉儿明确告诉我，他们想害韩潇。一开始他想让我伤了韩潇的心，我没有答应他。他一气之下便给我喂了药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他好不容易抓到我，却走得那么干脆，我便觉得这药是针对韩潇的，所以我不敢让他帮我解毒。夫人聪慧，若毒真的转移到将军身上，将军可能会武功全失。果然如此，这毒应该不会要了我的命吧？不会。那便好。这毒花姐姐能解吗？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夫人，解毒的时间可能有点久，这期间你还会毒发。多久啊？1年？2年？夫君，你能憋那么久吗？夫人，属下医术没有那么差，7天足够了。才7天呀，那不算久，很快了。花影在心里感叹，夫人乐观又可爱，怪不得将军喜欢。夫人，明天属下给您准备药浴，这针扎多了不好。辛苦花姐姐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属下告退。韩潇在床边坐下，想去抱慕云洛，慕云洛赶紧往床里面滚了滚。不行，你这几天莫挨我啊，我怕自己血气上涌。韩潇见他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有些哭笑不得。好，老子不碰你。你跟老子说说，王婉儿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拿个凳子在床边坐着，别坐床上。成。真他妈憋屈，自己的娘子都不能碰了。韩潇在桌边拿了个凳子放到床边，再坐远点，我怕你的阳刚之气伤到我。宝宝，你这扯得有点没边了。从我醒来你就板着个脸，怎么了？不稀罕我了？慕云洛，开个玩笑嘛，你不用自责，这事又不赖你。宝宝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你要是没用，就没有人有用了。韩潇，我既然选择嫁给你，就做好了心理准备。我知道做将军夫人有荣耀，也有风险。宝宝，你这样老子心里更难受了。你难受个屁呀，我又没死。宝宝，你变粗鲁了。韩潇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可我不是好好的吗？那毒又不致命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把王婉儿和她背后的人揪出来。听慕云洛提到王婉儿，韩潇的声音冷硬了几分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开始的时候想策反我，让我在中秋宫宴上指控你。
他让宝宝指控我什么？指控你逼我嫁给你，还让我当众跟你和离。哼，他还真敢。慕云洛嘿嘿一笑，八卦道：“他确实很勇，他还给我演活春宫来着。”韩潇的脸黑得能滴墨了。等老子抓到他，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还别说，他身材还挺好的。那男的身材好吗？没敢看，怕你生气。韩潇顿时笑了，眉目疏朗，就像和煦的春风。他赞道：“宝宝真乖。你知道吗？不是一个，是2个。什么2个？2个男的呀。”韩潇悠悠地盯着他。宝宝羡慕他？呸，谁羡慕他呀？他还说把那2男的送给我，我才不要呢。韩潇脸又黑了，这王婉儿真他喵该死。宝宝，你只要我对不对？当然了。宝宝，我好爱你。慕云洛突然抽回了自己的小手。韩潇，你莫要勾引我。韩潇低低地笑了，他家宝宝真可爱啊。他扯了扯被子。宝宝，别闷坏了，老子不勾引你了。你离远点，我要睡觉了。好，我离远点。你赶紧出来啊！慕云洛从被子里拱出来。这几天咱俩别睡一块了，容易毒发。好，我睡地上。你去别的房间睡。那不行，宝宝，老子不会离开这屋子。慕云洛其实也舍不得他，他抿唇想了想，说道：“那你让人重新弄张床来。”不用那么麻烦，老子打地铺，以前不是没睡过地上。不行，地上湿气重，弄张床来，要不然你就去别的屋子。行，听宝宝的，老子明天让人弄张床来。对了，这是哪里啊？离咱们住的地方远不远啊？不算很远，是另一片庄子。王婉儿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让李管家把她送到庄子上，就是这里？不是，他让李叔传话，说要自行离开，老子同意了。他应该早就跟他那个主子勾搭上了。老子不会放过他的。那同心果你带了没？没带。让人回去拿。将军，属下知道您心疼夫人，可夫人现在这情况，不适合服用同心果。韩潇凑到他身边，他跟个小猫似的哼哼道：“宝宝，你哪儿难受啊？你要敢吃那同心果，我就离家出走。”韩潇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。好，我不是啊，宝宝别生气。慕云洛反反复复地烧了3天，热度才退了下去。他看着一脸憔悴的韩潇，打趣他：“夫君，我怎么感觉生病的是你，不是我呀？”老子都快急死了，你还笑？慕云洛拉了拉他的袖子：“我那天泡了那么久的凉水，风寒很正常的，人哪能不生病啊？我这不是好了吗？”韩潇伸手抚上他还有些苍白的小脸。宝宝，要是我能替你疼就好了。慕云洛在他的大手上蹭了蹭。韩潇，我也没那么脆弱。韩潇眼眶有些发红。老子知道，你这样老子更心疼。慕云洛有些苍白的唇翘起。我现在没事了，你去睡觉去，胡子拉碴的都变丑了。慕云洛知道他心里不好受，他说过他的世界强者为尊，他努力了很多年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强者。以前的他几乎无懈可击，他武功高强，心智坚韧，脑子也不差，所以他的对手一直对他无可奈何。可现在他爱上了他，他成了他的软肋，他小心翼翼地呵护他，可他依然被算计了，他肯定会焦虑、挫败、懊恼、愤怒。他是强者，可他很弱，他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，却从未想过，如果他能强大一些，事情根本不会发展到这一步。如果他也会武功，他根本不会被劫持。慕云洛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早知道就让爹给他请几个武师傅了。宝宝，你是不舒服吗？韩潇已经坐起身子，向他这边看来。我没事儿，你不用这么警醒。韩潇下床往他这边走过来。那宝宝为什么叹气啊？我是后悔以前没练武功，以后你教我功夫吧。宝宝，练功很辛苦，而且你这个年纪起不晚了。你就随便教我几招防身，我又不指望当个女侠。我已经让沐雨去帮你打造暗器了，武功，宝宝咱就别练了啊，学学怎么用暗器就行。还是父亲想的周到。你再去睡会儿，我又困了，我也要睡了。宝宝，我好想跟你一起睡啊。还有4天。等老子抓到王婉儿，一定给他喂上最烈的春药，然后把他绑起来，让他也尝一尝这抓心挠肺的滋味。还是没他的消息吗？不知道躲哪个旮旯里去了。韩潇，不如咱们将计就计吧。宝宝想让我假装中毒？是个好办法，老子马上安排去。平宣王府，王爷，事情成了吗？宣平王没说话，宇文恒道：应该是成了。出了内药，媚态横生，那将军夫人本就长着一副祸水样，我就不信那莽夫能把持得住。宣平王有些不满道：燕儿，你既然知道他是祸水，为何还要保他？杀了他，
不是更能令那莽夫伤心吗？父皇，物极必反，杀了他，贼让那莽夫中毒。而且，他要是死了，那莽夫8成会不死不休。我儿可莫要学那莽夫，为一个女子迷了心智。父皇放心，儿子是做大事的人，自是不会被一个女人迷了眼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置那女子？哼，等儿子玩够了，就把她送人。他那模样，有的是人喜欢。宣平王脸上露出笑意，还是我儿考虑的周全呢。操！你们要把老子的宝宝送人，问过老子吗？父皇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未免有诈，再等等。又过了2日，花影把解药弄出来了。韩萧看着那碗药，问道：“不是说7天，5天就成了？”夫人当时吃了解毒丸，去了一部分药性，这几天夫人一直泡药浴，毒性也散去了不少。喝了这药，毒就能全解了。韩萧接过药丸，他拿勺子搅动了几下。老爸，我喂你喝啊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一口闷了吧。说完，他把药拿过去，捏着鼻子几口就喝完了。半个时辰后，花影给慕云洛把了脉。从脉象上看，毒已经解了。辛苦你了，花姐姐。夫人客气了，属下先告退了。再不走，将军的眼刀都能把他砍死了。他们出发后没多久，就遇到了刺杀。慕云洛乖乖缩在马车里，如料想的一样，他们是来刺杀韩萧的。不到2刻钟，战斗结束，贾谊活捉了2人，其余的都死了。韩萧给了贾谊一个眼神，重新上了马车。贾谊秒懂，将军是不想让夫人知道他受伤了。可贾谊觉得将军瞒不住夫人，除非将军这几天都不见夫人。可这好像不太可能啊，将军1天见不到夫人都难受，更别说好几天了。而且将军见了夫人就往上贴，夫人聪慧得很，怎么会发现不了呢？韩萧其实早做好了受伤的打算，他要是不受伤，那背后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蹦跶。他不想等了，早点解决了那些人，他家宝宝才能安全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那你身上怎么有股药味？贾谊受伤了，我给他拿药，撒到手上了。贾谊，你的伤严重吗？回夫人，不严重。韩萧抱着人往他们的院子走。宝宝，好多天没回来了，回去看看院子里的瓜熟了没？不是说在人前别喊我宝宝吗？喊习惯了，你本来就是老子的宝贝。慕云洛也没再纠结这个，他问道：“刚才那些刺客都死了？”抓了2个。那就好。宝宝，我一会儿可能会有些忙，你乖乖的待在院子里，别乱跑啊。好。给老子弄点没味道的伤药。回将军，没有。那有没有味道小一点的？花英拿出一盒药膏。将军试试这个。韩萧把药膏收起来，让李管家帮你收拾个院子出来。最近你先住将军府。是，将军。您的伤要不要属下给您看看？不用，我待一会儿找个随行的御医看看。那属下告退。恰在此时，贾谊的声音响起：“将军，皇上来了，还带着太后身边的李公公。”让他们进来。您不去迎迎吗？老子中毒了。宇文浩人未到，声先至。大哥，我来看你了。韩萧瞟他一眼。当皇帝都好几年了，就不能稳重点？宇文浩在椅子上坐下。听说大早被劫持的时候，大哥都跳脚了。你这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呀。那是。最近朝中是不是不太安稳？弹劾大哥的折子都快把我给淹了。弹劾老子什么呀？擅离职守，冒失律法，沉迷女色。老子陪自家娘子叫沉迷女色，那些后院一堆女人的叫什么呀？老子要是真擅离职守，这凌波城早就乱了。老子要是藐视律法，他们的折子能递到你跟前吗？哎呀，大哥别管他们。大嫂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受惊啊？我家宝宝这胆子大得很。宝宝，滚！宝宝是你叫的吗？大哥，这词儿从你嘴里蹦出来有点吓人。这点胆还做什么皇帝啊你？赶紧生个儿子继承皇位得了你。大哥，我连皇后都没有，上哪生儿子呀？你想生，有的是人乐意给你生。大哥，我还小，也是个宝宝。滚！大哥，你说这事儿是谁干的？韩萧手指在桌上点了2下。不好说呀，看老子不顺眼的人很多，但想置大哥于死地的却不多。想弄死老子的有8成是觊觎你的皇位。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是我的兄弟们，就是我的叔叔们。所以你勤快点，把功夫练好，别到时候连自保都不能。大哥，我已经很勤快了。来，比划。别，大哥受伤了，那还是改日吧。受伤了也能把你揍趴下。2人没比划成，因为午膳时间到了。慕云洛差人来问韩萧要不要一起用午膳。韩萧看了宇文浩一眼。老子要是陪娘子去了，你滚吧。大哥，你不留我一起用饭？回宫里劈你折子去。大哥打算什么时候上朝啊？老子中毒了，神志不清。宝宝，你饿了就先吃啊，不用等我。慕云洛抱着他的脖子撒娇。那不行，一个人吃饭不香。
韩笑，要是抓到的那2个人什么都不招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不会的，只要不死，老子肯定能撬开他们的嘴。夫君威武！明天老子一定威武给宝宝看。慕云洛笑着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好，我等着。又勾老子？不勾你，勾谁呀？宝宝说的对，只准勾老子。等把慕云洛哄睡了，韩潇才出了院子。宇文浩又派了几个御医过来，表面工程总得做一下。太后也遣人送了好多补品过来。韩潇一直在琢磨，晚上要怎么睡觉呀？不回去睡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不抱着他家宝宝，他睡不着。可睡觉是要脱衣服的，他要是不脱，慕云洛肯定会起疑；要是脱了，他的伤就藏不住了。后来他喊了夏无兵来，他指着自己的伤口道：“啊，想办法给老子遮掩一下。”夏无兵看了看那几道长长的伤口，无奈道：“将军，这伤口太长了，没办法遮掩啊。那能不能让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吓人呢？属下试试吧。”晚一些的时候，贾谊来禀：“将军，咱们的人找到了王婉儿的贴身丫鬟。”哦，怎么找到的？李管家按照将军的吩咐，把府里整肃了一遍，发现府里一个小厮跟王婉儿的丫鬟有私情，李管家便派人盯着那个小厮。今天2个人见面了，被咱们人给抓了。交代什么了？贾谊拱手道：“禀将军，那丫鬟说，王婉儿的父亲给他留了一批护卫，还说他经常跟侍卫鬼混。说重点，老子对这些没兴趣。王婉儿私底下打着咱们将军府的名义笼络人心，跟宣平王世子交易匪浅。”韩潇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，随后说道：“让木鱼找几个身手好的，进宣平王府打探一下，再让宇文浩下道圣旨，说王婉儿给本将军下毒，全程追捕他，提供消息的重重有赏。”是将军。那个宣平王世子，直接让千羽去把他杀了。他觊觎老子的宝贝，老子一时还没腾出心来收拾他呢。既然他跟王婉儿交情不错，那就让他先下去等他。千羽是沐雨楼排名第1的杀手。将军会不会打草惊蛇？老子要让他们狗急跳墙。晚上俩人洗漱完，早早就躺下了。慕云洛戳了戳韩潇：“你今天怎么这么老实啊？”慕云洛又伸手在他背上摸了摸：“你受伤了。”慕云洛终于想明白了，怪不得不跟自己一块洗澡，原来是受了伤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爸爸，你流血了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你让我看看。爸爸，我卡在这儿很难受的，好不好？那你快点。那我助你一臂之力。1刻钟后，韩潇悠悠道：“爸爸，你不讲武德。”我凭真本事，哪里不讲武德了？翌日，夫人，将军无碍。花姐姐，你们合伙骗我，他明明受伤了。花影有些心虚的看了韩潇一眼。属下是说将军没有中毒，至于皮外伤，得劳烦夫人给将军上几天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将军，属下有事禀告。屋外响起贾谊的声音：“去书房等着。”花影行了一礼。属下告退。将军，那2个人招了，他们确实是宣平王府的人。另外，千羽失手了。失手了？没听说过宇文恒武功很厉害呀。他武功的确不厉害，可他的身边带着8个高手。他最近新得了一个小妾，昨夜2人去游湖，千羽趁2人正在酣战，想刺杀他，可是他身边却冒出来8个高手。千羽见刺杀不成，便撤了。他怎么跟王婉儿一个癖好啊？喜欢被人围观。他俩蛇鼠一窝。你的意思是他俩是一伙的？王婉儿背后的主子是宣平王世子？也可能是世子他爹。世子的爹不就是宣平王吗？他为什么要对付你啊？你跟他有仇？老子跟他能有什么仇？将军，您忘了，您前年揍过尹世子。老子为什么揍他？他弄了个花车和户部尚书的庶女在街上游行，您嫌他的花车挡了路，抽了他2鞭子。就因为老子抽他2鞭子，他就想要老子的命？哼！贾谊看了慕云洛一眼，没吭声。有话就说，看我娘子做什么？老子有什么事是他不能听的？将军，您忘了长乐郡主了？那又是谁？贾谊有些无语，合着他家将军现在只记得夫人了。也是前年，太后在宫里办赏花宴，邀请您去。您在去的路上，有个贵女的马车惊了马，你给马车勒停了。那个贵女呢，就是长乐郡主。不，这种事儿老子不是干过很多回吗？谁知道他谁啊？老子是怕马在街上乱跑，撞伤百姓。赏花宴上，太后不是想撮合您和长乐郡主来着吗？
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可老子不是拒绝了吗？您是拒绝了，可是长乐郡主不死心，后来约您去白马寺赏花的。韩潇看向慕云洛，解释道：“宝宝，老子没去。您是没去，可是长乐郡主被贼人掳走，失去了清白，她自缢了。这也能算在老子头上啊？”长乐郡主和宇文恒是兄妹？不是姐弟，一母同胞。如果那个宣平王因为这2件事想要韩潇的命，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真正的效忠皇上。临江国的人都知道韩潇是皇上的左膀右臂，如果韩潇出事了，那皇上便失去了最大的倚仗。他们不会想谋朝篡位吧？老子不管他们想干什么，他们敢把主意打到宝宝身上，老子就不能放过他们。让千羽继续去刺杀宇文恒，他自己不行，就再带几个人。是将军。咱们的人可有在宣平王府看到什么？禀将军，暂时还没有。派人去深挖一下宣平王府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扳倒他们的东西。如果找不到，就伪造一点。这个要不要跟皇上通个气啊？让贾二去跟他说一声。是。老子有些日子没去军营了，让丁贺盯紧一点。是将军。还有别的事没？回将军，没了。你可以滚了。是。宝宝，做什么去？回咱自己的院子啊。韩潇温热的呼吸打在他耳侧，有些痒。宝宝，咱们没在这儿试过。都受伤了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宝宝，老子伤的是手臂和背，不是腰。宝宝，我忍了好几天了，而且过2天还要忍。你不是说能忍1年？宝宝，你画的那个小册子里就有在书房里的呀。宝宝，就在这里。有吗？他怎么不记得呀？慕云洛觉得自己已经无法直视那把椅子和那张书桌，他甚至迷迷糊糊地想，这桌椅质量真好。3天后，韩潇的伤口结痂了。慕云洛目瞪狗呆，他这么个折腾法，伤还能好得这么快？每次给他上药，看到那长长的伤口，他就心疼的不行。这人却跟个没事人一样，缠着他一遍遍的折腾，直到他月事来了，他才消停了。韩潇觉得他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做，要不然对着他家宝宝，他总是忍不住想要禽兽一下。于是他上朝去了。坐在龙椅上的宇文浩抚摸着额头，强忍着笑意。此时的朝堂乱成了一锅粥，本来朝臣都在井然有序的议事，突然有几个大臣出来弹劾韩潇，说他沉迷女色，玩忽职守，甚至有大臣建议让太后下道懿旨，敲打一下慕云洛。韩潇一听就发飙了，他直接上手去揍那几个大臣。混乱中，韩潇突然吐了口血，倒在了地上。宇文浩从龙椅上站起来，让人赶快去宣御医。御医诊治了一通，对宇文浩道：“禀皇上，韩将军前些日子中了毒，臣和御医院的同僚殚精竭虑，好不容易稳住了韩将军的情况。如今韩将军急火攻心，又毒发了。”宇文浩沉下脸，来人，送韩将军回去休息。然后他又看向那名弹劾韩潇的大臣：“韩将军是国之栋梁，要是他有个好歹，朕唯你是问。”宇文浩一甩衣袖走了，众大臣面面相觑，第一次见踹别人把自己气吐血的。韩潇被抬回将军府的时候，吓了慕云洛一跳：“你这怎么搞的？”今天有人弹劾老子，老子吐了口血，吓吓他，顺便证明一下老子真中毒了。不是，这血是说吐就能吐的？你怎么吐的血啊？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用内力硬逼出来的。慕云洛顿时有些生气，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呀？他正色道：“以后不许做这种事儿，伤口还没好又吐血，你是诚心让我担心是不是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你有妻子，将来还会有孩子，能不能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啊？”韩潇赶紧把人抱到怀里哄：“哎，宝宝，别生气啊，下次老子不这么干了啊。”他伸手抚上慕云洛的小腹：“有没有肚子疼啊？”“还好，吃了花姐姐给的止痛丸，不怎么疼了。”“我给宝宝揉揉。”“不要，万一一会儿你手又不听使唤，弄一手血咋整？”韩潇讪讪地收了手，他觉得他家宝宝说的情况10有8九会发生，主要是摸顺手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手滑。宣平王府恒世子的房间，宣平王看着床上的儿子，面露忧色。宇文恒的肩胛骨被刺了个对穿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手的功能。他面色苍白，有气无力道：“父皇，咱们是不是暴露了？”“暴露就暴露了。今早上镇国将军上朝了，后来吐血被抬走了。”宇文恒露出一抹嗜血的笑：“他应该是真的中毒了，要不然以他的性子，知道咱们算计了他，早打上门了。”“他虽然没有打上门，他的人却也把你给刺伤了。”“孩儿没事。父皇，公事练成了吗？”“成了。”“那咱们何时动手？”“中秋那日你就别去了。”“那怎么行？孩儿问过胡先生，孩儿这伤不碍事。”宣平王顿了下，才点点头。
既如此，那你先好好的养着，还有7、8日时间呢。胡先生呢？给你看完伤就去找王婉儿了。宇文恒撇撇嘴，不屑道：“也不知道吴先生怎么想的，哼，喜欢那出。哼，能人异士总有些特殊的癖好。父皇，将那个莽夫中毒了，咱们要不要继续派人刺杀他？花钱雇杀手去，咱们的人不能再折在他那里了。”将军府的书房里，沐雨掏出一沓银票递给韩萧，韩萧翻了翻那些银票，挑眉道：“10万两，杀谁啊？将军。哼，老子就值这么点钱。将军，这是定金。操，50万两就想买老子的命？将军，您中毒了。老子要是没中毒，也没人敢买老子的命啊。将军，这买卖咱做不做？做。送上门的银子干嘛不要啊？我家宝宝说了，老子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所以老子得多挣点钱养家。沐雨嘴角抽了抽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成了亲的将军会是这个样子。女人有毒啊，将军已经毒入骨髓。将军的意思是您打算死一死？这几天我家宝宝不能陪老子玩，老子总得找点事儿做吧。沐雨自然不敢问夫人为什么不陪将军玩，他可不想被踹。将军有什么计划？你就让人来杀老子呗，正好老子检验一下啊，他们的武功有进步没？那请将军手下留情。留情个屁！他们去刺杀别人，别人会留情吗？别人没您功夫好啊。将军教训的是，你只管让人来刺杀，至于怎么个死法，老子回去问问我家宝宝，别吓着他。慕云洛听韩萧说他要诈死，立马说道：“不准受伤。”这是宝宝，别激动啊，我都听宝宝的，保证不受伤。宝宝，你那月事太讨厌了，老子跟他不共戴天的。慕云洛闻言咯咯笑了几声，打趣道：“原来韩将军也有杀不掉的仇人啊。”韩萧见他笑了，心里松了口气，嘴上却道：“宝宝，你取笑老子，你看老子怎么罚你。来啊，我还怕你不成？觉得老子现在不能把你怎么样是不是？你想把我怎么样啊？老子给你把账记上啊。记着就记着，债多不压身。成，哼，你给老子等着。”他松开慕云洛，站起身：“宝宝，老子去洗个澡。”慕云洛眨眨眼，他也没做什么呀，他怎么就要去洗澡了？3天后，将军府挂起了白帆，临江国朝野震惊，镇国将军身中奇毒，不治身亡。夏无雪又易容成慕云洛的样子，跪在棺椁旁，等着人前来吊唁。韩萧吃了花营弄的假死药，躺在棺椁里。宣平王是半上午来的，他身边跟着个穿着黑袍的人。等回了王府，宣平王问黑袍人：“吴先生如何？没气了，会不会有诈？不确定。功法可以隐匿人的气息，假死的药可以让人看上去跟死人一样。那要如何才能确认？探脉。”宣平王皱眉思忖了一下，这个好像不太容易。其实他是不是真死已经不重要，古人已经炼成，他用中了毒，已经不足为惧。宫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扮成护卫跟在了宇文浩身边。宫宴进行到一半，突然闯进来一批刺客，他们直奔宇文浩而去。韩萧拉着宇文浩退到一边，宇文浩的贴身护卫们跟刺客战成一团。韩萧很快发现这些刺客有些不对劲儿，他们好像不怕疼。好多虫子呀！众人才纷纷看向地面，韩萧眸子颤了颤，这是蛊虫。他去南疆游历过，那边很多养蛊的。他飞快地跃起，往柱子上取了盏灯下来，往虫子堆里一丢，虫子瞬间被烧死了许多，剩下的开始四散逃窜。大殿顿时乱作一团，惊叫声不断响起。那些虫子却并没有无差别攻击，而是都朝着宇文浩涌了过去。韩萧眯了眯眸子，对宇文浩道：“检验你轻功的时候到了啊！咱们先从这大殿出去。”太后只在宫宴开始的时候露了个面，很快就回去了。大殿里并没有能掣肘他们的人。韩萧觉得那些虫子之所以冲着宇文浩去，肯定是他身上带了什么东西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宇文浩听韩萧这么说，邪肆一笑：“大哥放心，不会给大哥丢脸的。”韩萧纵身跃起，宇文浩紧随其后。宣平王看到韩萧的那一瞬，眸光颤了几下，他果然是诈死，可是他好像没中毒。宣平王没想到韩萧会突然带着宇文浩往大殿外面飞，他也急忙往大殿外奔去。等他跑到殿外，韩萧和宇文浩已经掠出去好远了，看方向好像是去了宇文浩的寝殿。宣平王往空中放了个信号，等在外面的人开始攻打宫门。你在宫中可有住所呀？侍卫点点头，他们在宫中都有居所，类似于现代的宿舍。住所处可有衣服？回将军有。带我和皇上去，把你的衣服拿给皇上穿。
是将军。宫里的侍卫大都是韩萧亲自训练的，他的第一条准则就是无条件执行他的命令。宇文浩很是信任韩萧，他很快就换上了侍卫的衣服。当年他被大皇子的人追杀，让韩萧捡了回去。那时候他还是个少年，整天跟在韩萧屁股后面。他跟着韩萧混了2年多，才重新回到了临江国。然后韩萧一路扶持他登上了皇位。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、死要面子的帝王，他不觉得穿侍卫的衣服有什么不对，反而觉得很好玩。大哥，一会儿我能上去干架吗？你当老子死了？老子还没上呢，轮得到你吗？大哥，我天天练功，好久都没跟人干过架了，都不知道自己练得怎么样。老子让你练功，不是为了干架的，是为了关键时候能自保的。这还不是关键时候吗？等他们把老子干趴下了，你再上。那我估计没机会了。到这儿待着，老子去会会他们。跟过来的刺客有20多个，韩萧从一个侍卫统领手里拿过一柄长枪，这枪是金刚打造的，得有几10斤重。韩萧抖了抖枪身，直接朝着一个刺客的心脏挑去。他的动作快很准，一枪挑一个，不到1刻钟，那20几个刺客都被他丢到了火圈里。宣平王领着人过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他目眦欲裂。他培育了那么久的古人和蛊虫，就这么被烧了。杀！他身后跟着的得有上千人。韩萧知道，真正的厮杀刚刚拉开序幕。恰在此时，喊杀声响起，一定是影儿来支援咱们了，给本王顶住！王爷，来的不是咱们的人。什么？他们好像穿着蛇外守军的衣服。车外的守军不是都被巫先生给要倒了吗？属下也不清楚。接下来便是碾压式的厮杀。韩萧没再上前，他家宝宝让他别逞英雄，那他以后就做他一个人的英雄。最终，宣平王和宣平王世子被压着跪在了宇文浩身前。皇叔，你可有话说？自古成王败寇，本王无话可说。宇文浩闭了闭眼，那便就地处决吧。等一下，大哥有话说。可是你指使王婉儿结识我夫人的？是。王婉儿在哪儿？之前在本王的王府，现在不清楚。看在你老实回答老子问题的份上，老子给你个痛快。轮到你了。宇文恒眸子颤了颤，突然笑了。早知有今日，当初把慕云洛掳来的时候，本世子就该让我把他射给侍卫们，给你戴满头的绿帽子。你没机会了，等你死了，老子把你的女人都送去当军妓，老子会把你的尸骨埋到他们营长的旁边，让你天天看着。宇文恒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已经身首异处。老子回去陪娘子去，这烂摊子你自己收拾啊。大哥去吧，带我向大嫂问好。韩萧过去的时候，慕云洛已经睡着了，只有慕云寒还醒着。他见韩萧回来了，问道：妹夫，情况如何？一切安好，我带娘子回府。大哥和岳父岳母明天再回吧。好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。让我看看。乖，我家都脱了给你看。真没受伤？真没有。宝宝的话老子都记着呢。这还差不多。走，咱们回家。韩萧抱着他大步往外走。慕云洛问他：爹娘和大哥不跟咱们一块儿回去啊？他们明天回，这很安全，宝宝不用担心。爹今天抱怨我说有了夫君都不回去陪他吃饭了。那为父以后多陪娘子回去。检查完了，睡觉。韩萧在他身边趴下，盯着他的小脸委屈道：宝宝，骗我？你家宝宝一关机，有事请明天再说。韩萧把他抱到怀里。关机是个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家宝宝现在没能量了，需要休息。行，睡觉，老子明天再收拾你。翌日，慕云洛睡醒后，韩萧已经去了宫里。他回来时，慕云洛正在院子的凉亭里吃瓜。他们种的瓜终于结果了。慕云洛见他回来了，笑着冲他跑过去。韩萧伸手接住他：跑什么呀？见到老子这么开心啊？慕云洛在他怀里拱了拱：咱们的瓜结果子了，好甜呢。韩萧把他抱到身上，去吻他的唇瓣。他品尝了一会儿他柔软的唇，咂咂嘴。是挺甜的。慕云洛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，小声道：这还在外面呢。他们都走了，就咱俩。慕云洛四周看了看，果然就他俩了。不愧是会功夫的，溜得真快。我还要吃瓜。韩萧抱着他往屋里走。天凉了，别吃那么多。再吃2块。1块都不行。韩萧，乖，为夫给你讲个八卦。八卦跟吃瓜更配。宝宝忘了你上次瓜吃多了肚子疼，华莹说你不能太吃寒凉的东西。不吃就不吃，嗑瓜子儿总行吧？韩萧往他胸前瞄了瞄。宝宝还是别嗑了，老子一个。慕云洛曾经跟韩萧说，吃瓜子能丰胸。
韩潇觉得他家宝宝没吃那个的必要，每次都晃得他眼晕。慕云洛挺了挺胸脯，女人本来就不能让男人一手掌握。那老子让宝宝一手掌握。哼，握不住。宝宝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老子这样的是天赋异禀，我还雪肤花貌呢。那是，咱俩是绝配。韩潇抱着他在床边坐下，慕云洛道：“你不是要给我讲八卦吗？快讲。”韩潇的手在他腰间摩挲，随意地说道：“今天宣平王府被抄家了，抄出了很多宝贝。宝贝是不少，不过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。”慕云洛伸手去捏他的脸：“那是什么？快说。”宇文航不是宣平王的儿子啊！当年宣平王妃有情投意合之人，宣平王使了手段，害死了他的情郎，又强娶了他。所以宣平王妃为了报复宣平王，与别人苟合。不止如此，他还给宣平王下了曲子药，宣平王的妾室也都是他安排的，生的孩子也都不是他的。那是谁的？宣平王妃学能自尽了，这些事儿都是他在遗书上写的。他求皇上放过那些孩子。那宣平王谋反，不会也是他挑唆的吧？不清楚。那皇上会放过宣平王那些名义上的子女吗？已经判了流放了。哦，宝宝，我会好好爱你，别不要我，别背叛我。慕云洛在他唇上亲了亲。韩潇，你不是宣平王，我也不是宣平王妃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韩潇在他唇上撕磨。可是宝宝，你也是我强求来的。你个傻子，要是我不愿意，你强求也强求不来。宝宝，我真庆幸你不喜欢谭台灵，这辈子我只喜欢你。能不能下辈子、下下辈子也只喜欢我？好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。宝宝，我爱你，让我好好爱你。宣平王府的仆人被遣散，主子被流放，宇文恒的女人都被韩潇送去了军营充当军妓，可王婉儿却没有找到。韩潇从宣平王的亲信口中得知，一直有一个巫先生给宣平王出谋划策，那些蛊虫就是他炼制的，而这个巫先生与王婉儿关系匪浅。韩潇觉得当初收留王婉儿是他此生最大的失误。王副将明明忠厚老实，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女儿？总不会这王婉儿也不是他亲生的吧？韩潇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，他得把他家宝宝看紧了。虽然他家宝宝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，但他家宝宝太诱人了，容易遭人惦记，可不能再让人给掳走了。于是韩潇又给慕云洛弄了12个丫鬟，他不在府里的时候，院里的守卫也加了3倍。慕云洛有些无语。韩潇，我一个人用不着18个丫鬟吧？还有这院子围得跟铁桶似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被你软禁了呢。宝宝，一看不到你我就担心，你就让他们保护你好不好？我在你身边的时候就让他们走开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宝宝，你要是再被人劫走，老子会自责死的。行，听你的。宝宝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那个王婉儿还没抓到。慕云洛捧起他的脸，在他唇上亲了一下。没抓到就没抓到呗，她一个女人能掀起什么风浪啊？宣平王的亲信说，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巫先生善蛊善毒，俩人不知道藏哪儿去了。他俩有一腿？韩潇点点头。慕云洛不解道：“那个巫先生看上他什么呀？喜欢他玩的花呀？”可能是因为他胆大。什么意思？据说这巫先生有不举之症。啊？慕云洛有些迷糊了，难道他误会了？这巫先生和王婉儿是纯洁的精神恋爱？韩潇看他一脸疑惑的迷糊样，可可爱爱的，忍不住在他脸上亲了几下。这巫先生啊，有只灵宠，是条蛇。据说这蛇跟巫先生心意相通，蛇能感受到的，巫先生也能感受到。慕云洛的脑子有点不好使了，所以呢？那蛇喜欢钻女子的。慕云洛闻言抖了抖，腿不由得加紧几分。一般女子都会如宝宝这样啊，害怕的紧张。可那王婉儿据说想，所以巫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了不一样的。慕云洛有些害怕地抱紧了韩潇。咦，果然这变态还得变态来配。韩潇也把他揽紧了几分。宝宝主动投怀送抱，为父就已经确实不公了。日子一天天的过，那血流成河的宫变并没有给百姓的生活造成影响。韩潇这些天忙着往各个王府安插探子。你可别跟先皇似的啊，生这么多，这不给自己儿子找麻烦吗？不是大哥，我连个女人都没有，你跟我说这个合适吗？你都17了，也该娶妻了。义母给你张罗了那么多，没一个看上的。有是有，可是我怕他不同意啊。直接下到圣旨不就完了吗？大哥，我虽然是皇帝，但不能强娶啊。韩潇想了想，也对，强娶容易被戴绿帽子。宣平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这女人狠起来可比男人可怕多了。
你看上谁了？大嫂的表妹楚玉溪。你受得了他爹？大哥，左相饱读诗书，是有真才实学的。打住，老子不想听这个。那大哥能不能让大嫂去帮我探探口风啊？不能，自己想娶的女人自己搞定。我家宝宝每天都很忙的，没空管你的事儿。大嫂每天忙什么？当然是忙着想老子啦。宇文浩嘴角抽了抽，他怎么感觉大哥在瞎说呀？不是大哥，骗皇上是欺君之罪啊！怎么，你还想砍了老子不成啊？大哥的意思是真的在骗我？老子骗你干嘛？我家宝宝不想我，难道想你啊？那绝对不可能。慕云洛确实在想韩萧，不过是在想怎么骂他。最近日子过得惬意，他除了偶尔上朝，去下军营，天天黏在他身边，俩人动不动就擦枪走火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是怎么娶到大嫂的？我先问问你，你是非他不娶吗？其实我和希儿小的时候就认识，那个时候左相还在翰林院任职。我虽然是嫡子，可是父皇偏爱大皇兄。有一次宫宴，我被大皇兄推到了水里，我找父皇告状，父皇不信，是他站出来为我作证的。当时他腰板挺得直直的，说话有理有据，父王便信了，罚了大皇兄。后来呢，我就偷偷问他，不怕天子威仪吗？他说他当时其实很怕，但是他表姐告诉过他，理不直气也要壮，何况他真的看到了。我当时就觉得他好可爱呀。那是我家宝宝会说的话，这是重点吗？大哥，你也知道我身份摆在这儿，我不可能和你那样肆意的。我的皇后得有一定的身份，而我又不希望她背后有庞大的家族。左相是寒门世子，我心里也是喜欢希儿的，我觉得她做我的皇后正好。哎，你娶个媳妇怎么跟在菜市场买菜似的，还挑挑拣拣的，货比三家啊？你那些弯弯绕绕，老子不懂。老子当时第一眼看到你大嫂，就想把她娶回家。老子当时就想好了，这辈子就赖定她了。你就不怕大嫂定亲了，或者是已经成亲了？定亲了就想办法给退喽，成亲了就想办法和离，反正老子就认定她了。宇文浩嘴角抽了抽，他大哥的想法果然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。大哥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你先去查查，表妹有没有心仪之人？应该是没有。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希儿的动向。那你直接跟她表明心意就行了。你长得又不差，品行也不赖，还是皇帝，他没有理由拒绝你的。大哥，以你对大嫂的了解，她会想当皇后吗？韩萧一脚就踹了过去。你敢欺我家宝宝？宇文浩一边躲一边道：不是大哥，你误会了，这希儿跟大嫂关系特别好，我觉得她的很多想法其实都受到了大嫂的影响，所以才会有此疑问的。韩萧重新在椅子上坐下，他想了想说道：以我对我家宝宝的了解，她不会想当皇后。要是可以，她可能连这个将军夫人都不想当。为什么？韩萧眸子闪了闪，他自然不能告诉宇文浩他家宝宝活了2辈子。我问你，如果你的妻子除了跟你还跟别的男人好，你能接受吗？大哥在说笑吗？这谁能接受啊？同理啊，你大嫂也不接受男子3妻4妾，所以说要是让她自己选择的话，位高权重的人都被她排除在外了。她觉得咱们这种人呢，只守着一个妻子过日子不太可能，她要想和离也不太容易。那大哥怎么说服大嫂嫁给你的？我立了字据，要是我纳妾，全部家产都归她。啊？字据是给岳父立的，你大嫂说了，她不要家产，只让我放她离开。不是，这一个女子如果真的离开了大哥，该怎么办啊？你小看你大嫂了，我要是真敢纳妾，她保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别说纳妾了，我要是对别的女子动了心思，她也会走的。那大哥真的会让大嫂走吗？当然不会，老子又不喜欢别的女人。那万一以后喜欢了呢？揍是不是？老子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只喜欢她。不是大哥，别生气啊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韩萧扬了扬拳头，随便问问也不行，下次再问这种蠢问题，老子非揍你。那大哥的意思是，希儿也不喜欢男子3妻4妾？韩萧差点翻白眼了。没有女子会喜欢，除非她心里根本就没你。这事儿我会慎重考虑的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弄一堆女人回来。那成，我先回去了。回头我让贾谊给你送本书来啊。什么书啊？追妻36计。秋来凉意乍起，漫山遍野的叶子都换上了黄色的衣裳。慕云洛在家窝了20多天，终于想起要出去走走了。夫君，凌波城有什么好看的风景没？哼，最好看的风景不就在老子跟前吗？慕云洛小粉拳捶了他一下。天天看也看不腻啊。看不腻，一时不看这心里也是想得很。你少哄我啊，我想出去玩。宝宝，想去哪儿玩？这个时候枫叶应该红了，我想去看枫叶。成，一会儿就让贾谊去打听打听，哪儿的枫叶最好看。说起枫叶，我突然想起一首诗。什么诗？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2月花。宝宝是想在马上？那行，我们明天傍晚去，看完枫叶就在马车上。慕云洛伸手捂住他的嘴。这诗不是那个意思。韩晓把他的小手扒拉下来，握在手里。
老子不管失礼是什么意思，老子想和宝宝在马车里试试。就你那蛮劲儿，那马车不得散架啊？那宝宝是同意了，行，老子马上让他们加固马车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什么时候同意的？他愣神间，韩潇已经开门出去了。慕云洛有些无语，用得着这么急吗？他为什么要跟他提这首诗啊？今天两人易了容，韩潇一路抱着慕云洛上了山顶，从山顶往下望，又是一番别样的风景。山顶风有些大，韩潇把慕云洛抱紧了些。宝宝，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咱们下去吧。啊，这风大。好。两人路过法华寺的时候，慕云洛戳戳韩潇：“咱们要不要进去上炷香啊？”你给老子离这种地方远一点。干嘛这么凶啊？宝宝，你忘了自己有上辈子的记忆了？慕云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韩潇，你在害怕？”是，老子怕把你弄丢了。慕云洛在他背上拍了拍：“那咱不去了。对了，我的帕子昨天丢了。”丢了就丢了呗，上面又没什么标记，就是一块普通的帕子。他俩帕子用得极快，韩潇让人做了一堆那样的白帕子。他俩只要出了屋子，慕云洛总会带上几块，因为韩潇时不时就兴致高昂，拉着他，就像昨天一样。有时候两人在将军府里闲逛，韩潇都能带他钻假山、钻花丛。这将军府啊，都快被他俩霍霍遍了。可我昨天都没捡到树叶。那咱们再进林子里捡一点。你不许再跟昨天那样了啊！成，老子今天要在马车上。贾一蹲在一棵树上，盯着远处颤动的马车。他终于明白将军和夫人今天为什么又来看枫叶了。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前天将军急吼吼的让他去把马车加固。他家将军和夫人可真会玩啊！他也想有个媳妇儿了。将军现在每天都春风满面，他都好久没有挨踹了。他从怀里摸出个馒头，慢慢的吃了起来。以他家将军的战力，估计他得在这儿蹲很久。下一次将军和夫人再出来玩，他得拉着贾二跟他一块儿出来，好歹有个聊天的。他馒头啃了一半，突然看见远处有个人影走了过来。公子，我家主子在前面办事儿，请公子止步。在下姬无双，在山上观枫叶时与家仆走散了。我看前面有辆马车，便想着问一下，能否再载下一程。等回到家中，在下必有重谢。贾一有些无奈，他家将军非要在马车的车厢4个角上弄4颗夜明珠，说是怕晚上出来夫人看不到。这下好了，周围都黑咕隆咚的，就他们将军府的马车上还发着光。季公子，不好意思，不太方便。我家主子还有事要办，今晚不一定回城。半山腰有座法华寺，你可以去借宿一晚，明日再回城。既如此，在下便不打扰了，多谢壮士。季公子客气了。贾一重新回到树上蹲着，摸出馒头继续啃。等月上中天，车门打开，他家将军冲着他的方向打了个手势，贾一赶忙窜了过去。将军要回城了吗？直接把马车赶进府里。是。韩潇把马车门重新关上，把慕云洛抱在怀里。宝宝累了吗？想睡觉。那宝宝睡吧。宝宝。过几天老子带你骑马去。不是天天骑吗？骑真的马。你又想干嘛？抱你骑马。你怎么整天净想这个呀？想这个怎么了？老祖宗都说了，食色性也。这家伙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。9月16是太后的生辰，韩潇带着慕云洛一起进了宫。因为太后生辰的事儿，慕云洛还跟韩潇置了气。太后生辰的前3天，韩潇才告诉他太后要过生辰了。慕云洛当时就炸毛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时间这么赶，你让我准备什么礼物啊？慕云洛对太后的印象挺好的，韩潇偶尔会带他去宫里看太后，太后每次都对他和颜悦色，还送他好多东西呢，也从来不问他子嗣的事情，只说要是韩潇欺负他就帮他做主，更没有因为他的出身对他有任何的怠慢。韩潇看他板着小脸儿，眼睛里都是小火花，便知道他是真生气了。宝宝别生气啊，礼物我都准备好了。那是你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。咱们夫妻一体，不都一样吗？你起看，我要给姨母准备礼物去。萧儿和洛儿来了，快过来。姨母，洛儿的礼物不贵重，就是给姨母平时解闷的，愿姨母笑口常开，福寿绵长。洛儿有心了。这时，旁边坐着的一个明艳的女子说道：“哼，
母后，趁国将军和夫人一来，您就把女儿和外甥冷落了。无双见过将军和夫人。韩萧让开了半边身子，对他抱了抱拳。景王爷客气了。慕云洛只是微微颔首，什么都没有说。他已经琢磨过来了，他家那醋缸肯定又吃味了。韩萧对太后道：义母，您先忙着，我带娘子去御花园逛一逛。好，你们去吧。韩将军，无双初来乍到，不知是否有幸跟韩将军一道去逛一下御花园？不方便。韩萧冷冰冰地拒绝了他。长公主站起身，不如本宫给景王带个路。那便谢过长公主殿下。出了永寿宫的门，韩萧直接抱起他，几个纵跃，人就窜出去老远。长公主笑着对姬无双道：韩将军就是这性子，景王别见怪。长公主对韩将军很了解。长公主的脸上笑意减了几分，悠悠道：算是有些了解吧。韩萧抱着慕云洛到了一处宫殿，他一转身把人抵在门板上，炽热的吻落下，他的声音饱含着怒意：好看。你说那个锦王爷？宝宝，你看了他好一会儿啊。慕云洛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看到好看的不给老子了是吧？韩萧，你冷静点儿，我不喜欢他。那就让老子。韩萧，你是不是从来就不信我爱你啊？宝宝。韩萧，那个锦王爷的容貌确实出众，我也确实被惊了一下，可是他长得好不好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才是我的夫君，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宝宝，他长得太妖孽了，我怕你被蛊惑，而且我觉得他故意想接近我们，他肯定是要跟我抢宝宝。你现在冷静了没？冷静了，咱俩坐下来好好说道说道。宝宝要是能亲亲我，我可能会冷静一点。亲你没问题，但是不能做别的。今天是义母的生辰宴，你安分点儿。要宝宝亲，要宝宝安慰。韩将军，你要点脸，你这么大个子撒娇合适吗？老子要是要脸呢，宝宝说不定早就有人跑了。宝宝亲不亲？慕云洛在他脸上、唇上亲了好多下。这样可行？凑合吧，说你爱我。我爱你，只爱你。宝宝，你那小画册里的主角从来不是我这样的壮汉，都是姬无伤和谭台林那样的俊美公子。慕云洛愣了一下，原来这家伙不自信的点在这里。他盯着他的眼睛，认真的说道：韩萧，那些画册是用来卖的，我是为了赚钱。谁手里有钱呀？当然是那些大家小姐、世家公子喽。那我当然要以他们为主角了，这样才能有代入感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难道不是因为宝宝喜欢那样的翩翩公子？那我要是喜欢谭台玲那样的，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呢，可谓比较特别，就喜欢你这种有蛮力的猛男。宝宝这么娇弱，就应该配我这样的，到哪儿都可以抱着宝宝，宝宝香。那你干嘛还怀疑我？老子没他好看。长公主明艳动人，那你喜欢她吗？老子只爱你。那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也只爱你啊？宝宝比长公主好看多了。是吗？我觉得自己不如她。我的宝宝最好看。所以呢，在我眼里，你也比姬无双帅。宝宝，我好爱你啊！慕云洛点点头，板起了小脸儿。既然你已经能冷静思考了，咱俩来算算账。韩萧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好像犯浑了，他吞了口唾沫，认错道：宝宝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相信宝宝。你先把我抱到凳子上坐下，这门板太硬了，我后背都硌疼了。韩萧把他抱到床边，来，让老子看看。这谁住的地方啊？我才不要上别人的床呢。这是老子住过的地方，平常都有人过来打扫。啊？你在宫里还有寝殿啊？